终于走到这步，乌克兰全国动员，俄罗斯却对北约下战书，北约撇清关系，往后撤退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严树军，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。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：终于走到这一步，乌克兰全国动员，俄却对北约下战书。最近这段时间呢，乌军持续数周的大规模反攻，接来传来受挫的消息。而俄罗斯总统普京也罕见亲自公布战报，宣布乌军因损失惨重，反攻已陷入停滞状态。不过，乌军仍然还有进攻潜力，他们正试图将遭受严重损失的部队收拢合并起来，恢复战斗力。虽然很多人还在嘴硬，但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已经承认反攻进展不如预期。现实不是好莱坞电影，他还强调最终目标还是加入北约。尽管乌克兰费尽心思想要加入北约，但是此前态度暧昧的北约这次直接拒绝了。在6月17号，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不支持简化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流程，必须要达到标准才能加入北约。以乌克兰现在的这种情况，怎么可能会达到标准呢？拜登的表态等同于拒绝。随后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表态，目前优先事项是确保乌克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获胜，加入北约并非当务之急。泽连斯基的回应很有意思，他表示，无论一些人想要什么，包括试图向我们施压，我们都会以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在战场上前进。这句话明显不是说俄罗斯压力来自何方，大家都心知肚明。有人并不想乌克兰冲突结束，即使被北约反反复复开涮，在压力之下，乌克兰还是得继续战斗。在多次反攻失败的情况下，基辅必须得拿出战绩，才能获得更多援助，冲突才能继续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泽连斯基宣布了动员令，这次是全国动员，要求18岁以上的年龄公民必须在10天内向最近的征兵登记处报到，如果逃避兵役，将可判3到5年。宣布动员后，基辅当局开始征用公民的私人汽车和卡车，以满足军队的需要。现在不仅动员人力资源，还开始动员车辆了。比较讽刺的是，一边是在进行全国大动员，而一边则是在科沃夫铲除、挖开一战时期的无名军人墓地，埋葬新阵亡士兵。在乌克兰大反攻陷入停滞状态时，美国也在到处拉支援。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到处访问，计划和印度、巴西和南非等国官员参加在丹麦王国首都哥本哈根的举行的会议，主要争取金砖国家成员积极站对乌克兰。自冲突以来，金砖国家成员一直都是中立态度。美国很想挑拨这些国家和俄罗斯的关系，而且这些国家都是地区大国，具有不一般的影响力。除了拉拢，美国还说服日本、韩国、加拿大对乌克兰的弹药输出。美国这一系列并不是想要冲突结束，反而煽动冲突愈发升级。而乌克兰早就被架在了火上烤了，整个被西方拿捏，不得不持续进行反攻行动，哪怕要全国动员。现在估计基辅怕的不是俄罗斯，而是不想结束冲突的北约，怕他们不给援助，怕他们使劲泼脏水，怕他们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。而俄罗斯同样也不把乌克兰当成了敌人了。近日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亲口喊话，由于北约不想结束冲突，就应该向乌克兰派遣军队。北约想打就打，俄罗斯已经做好了准备。虽然俄罗斯之前放过很多大话，但这种直面北约放马过来的表态是比较罕见的。打了这么久，俄罗斯也算是摸清北约的实力和成色了。俄罗斯已经下了战书，就看北约敢不敢直接参战了。从北约持续和乌克兰撇清关系来看，似乎有了答案。好，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